就是他们了。就是他们。要不我来破阵？你一个雪月城弟子要与名门正派正面为敌，这不还没过门吗？要是大师兄来了，我立马就跑。那可是本相阵啊！九龙门的阵派神通，难破得很。嗨，破不破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 阁下是谁？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萧无色。滚！不知阁下为何拦路？这里只有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拦路的是你们才对吧？哎呀！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前来拜会九龙门本相阵，请指教。 入阵！你觉得这小子能破几个人？大概一个都破不了。这么没信心？这可是我雪落山庄的副庄主。本相阵结阵之时，7人便如1人，1人便如7人。 雷，萧无色此时尚能不落下风，只是因为本相阵只结了形，还未结义。看来对手并没有把这个萧无色放在眼里。 阵成了，无心，别在这碍事了。寒水寺无心前来破阵。无心，大觉掌门，许久不见了。都说是许久不见。 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呢？九龙门虽不以武技见长，但有从西域佛域传来的本相阵。据说此阵一列，即便是天下一流的高手，也难以突围而出。你们7人形如1人，不知心是否也是一心呢？ 这些人都是被心魔给困住了吧？看来这九龙门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无心用的并不是武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不过这阵还没破。大觉掌门，你若再不睁眼，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。无心，你又何必再逼在下？大觉掌门。 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若不开阵眼，你以为你的师弟们还能撑得过1炷香的时间吗？心若明镜，诸邪不侵。 想不到大觉掌门的心法也精进如此。无心，你可还记得，
你我第一次相见是何时？自然记得，那时吴兴刚入寒水寺4个月，大觉掌门从九龙门而来，与我师父论道7日后，带走了师兄吴禅。那你可知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心想为何？九龙门沿袭5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吴心猜想，大觉师父见到吴心的第一面，便是想破了这第1戒。没错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就是想杀了你。这又是什么武功啊？无坚不摧，万毒不侵，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。这便是九龙门10大绝学之一，将伏魔神通练到极致所成就的金刚之体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体。吴心，吴心，你怎么样？好疼啊！这大绝虽修为不凡，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，你可拖他一拖，不可正面相抗。恐怕行不通。本相阵最后一阵，本相归一。此时7人的内力全在大绝1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只怕先耗死的会是我吧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大水，你可知我师父为何离世？就是那虚伪之人，根本无言自明，无所居身，无法继续活下去。吴心，若不是为了袒护你这邪魔，忘忧怎么会有如此下场？今日我便收了你这魔种。无常，你也要袒护这邪魔吗？师弟他不是魔，给我滚开！师父说我天生魔心，这辈子注定没有佛缘，便让我入罗刹堂修习秘术，参悟万物心法。尔等口口声声想要诛魔，可何为魔？岂由你来定夺？心法奥妙，岂是尔等邪魔可问？心法奥妙，这话放眼天下，我师父说得，你却说不得。牙尖嘴利，拿命来！
教的余孽也要出手吗？大觉师父不要误会，这是我个人行为，并不代表雪月城的立场。我觉得吴昕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还望大觉前辈能够慈悲为怀，放过他吧。大觉师父，吴昕师弟他真的不是魔。你们这些人正邪不分，我大觉为了铲除魔教的余孽，何罪之有？大觉师父，这魔教东征之时，吴昕才5岁啊，当年的那些仇恨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小心点，大觉状态不对。你们这些魔教的余孽，全都该死！叶挺之，还我师尊的命来！九龙伏魔阵，给我起！叶挺之，你给我死！当年我父亲率领天外天入侵中原，塑造杀孽慎重，父债子偿，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吴昕，别做傻事。我依然是身为天外天少宗主，却习得中原罗刹堂秘术，此事也必须得有个交代。大觉掌门，你引我走火入魔，今日我便与你一同了却这段因果吧。大觉的功力在消散。这是什么邪术，竟能化掉敌人的功力？看清楚了。吴昕的功力消散得更快。吴昕，别瞪我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武功叫什么名字。封皮被毁去了，我便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悲天悯人。大觉师父，大觉师父，大觉掌门，你这几十年的功力已被我尽数回去，但你放心，你们罗刹堂的32秘术，我也绝不会带走半分。吴昕，哎，干嘛非要化去自己的一身功力？明明还有更好的办法。不化去这一身功力，只怕他们拼了老命也不会让我走。你想说什么？悲天悯人，名字取得不错。一直都不错，好不好？大觉掌门，这架也打了，吴昕的功夫也没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这路给让开了呀？
谢无心师侄救命之恩。你们聊。说到底，你也是忘忧老和尚的故人，我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只是可惜了大师这一身修为，还望大师恕罪。可笑！我大觉修炼伏魔神通这么多年，却扶不住自己的心魔。这世上本没有魔，当扶的本就是自己的心魔而已。无禅，你要回寒水寺了吗？大觉师父，这12年的教诲，无禅记下了。我明白了，我们走吧。天涯海角，下一通逍遥，有赤脚不寂寥。恭送天外天宗主叶安世回宗。枪仙就不要再逼我了，无心知道了。其实啊，老和尚都已经死了，回不回那座寒水寺，已经不重要了。不过老和尚说的对，我的家是那方外之景，天外之天。你可以回寒水寺，但不是现在。师兄，我走了。师弟，不管你是不是天外天的宗主，寒水寺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教你的拳，要记得打。那道拳看似普通，千百万遍打下来，水滴石穿，聚沙成塔。至于我教你的，我希望你永远都用不到它。我早就忘了，忘了就好。无心，你若不想走，我给你想办法。我知道你有办法，但人生在世，说是无情，又有谁能真的无情呢？此情不可避免，我去了却一些旧缘。了了之后呢？再之后，重回江湖，与你们结伴而行。剩下那口棺材怎么办？就地埋了吧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肉席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流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
哎呀，熬了半宿，终于等来一招好棋。嗯？哎呀，你这一夜纵横四杀，不留余地呀！姑呢，不得不提起万分的精力，让自己输得不要太难堪呐！哈哈，这熬了半宿的人，应该是姑才对吧？天臣不敢。很久没与国师对弈了，但观国师这棋路，却较之前浑然不同了。圣上明鉴。天臣最近确实有些感悟。将来，世间万般诸法，千变万化，唯阴阳平衡不破。这阴阳，既在方圆天地之中，也在这黑白经纬之间。是冲是挡，是追是放，奇招万千亦不过，输赢两种结局，对弈之人，也不过得失两种心态。国师何时学会含沙射影了？天臣不敢。哎，话都说开了，那就继续说下去。质子之事，国师以为孤得了什么，又失了什么？天臣斗胆，圣上失了一枚质子，得到了国之安定，人心之道义。看来国师也觉得此事现在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天臣是这么认为。还有一事。一事？不，一人。孤听说，他也出现在此事之中了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那自然是去雪月城啊。你确定这条路是对的？嘿，放心吧，唐师兄去执行别的任务了。临走前，我让他帮我画了份地图。看，就这个，这次肯定不会错的。哼，但愿吧。诸位，这下官方，上官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，说的便是我们雪月城的四绝，风花雪月。师叔，诸位有所不知啊，这雪月城除了这四绝之外，还有一绝，您就不见了。这江湖人士想要拜入雪月城，首先要闯这登天阁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想当年，这棍江湖的老乞丐徐维，一口气登上了登天阁10层啊！这下得阁来，好了碗酒，喝罢酒，提着他那破棍子，再次登上登天阁，又连登了5层啊！好，上太近了，师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飞轩，走了走了！哎，飞轩，你别推我，再有听话，走吧你！这么磨磨蹭蹭的，你还想闯阁吗？哎，我这刚听到兴头上面。不就是老乞儿闯登天阁，连上15层，最后被枪仙引满城风雨化作一枪给打下来的事吗？又不是没听过。那倒是。不过啊，之前咱们在望城山上听到的，那叫传说。现在，在这雪月城登天阁下听到的，这才叫故事吧？懂不懂啊你？装模作样，回去我就告诉师祖，我就跑来雪月城闯登天阁。萧瑟，我就要去闯登天阁了，你不给我点鼓励就算了，你还臭着一张脸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这次来雪月城走错3次，多走了1个多月，就为了那500两，要不然连本带利，算你800两。啊！哎
哎呀，我得去找登天阁了，祝我好运啊！登天阁，我来啦！小史叔，那个红衣少年看来也要闯阁，让你早上睡懒觉，被人抢先了不是？莫慌，说不定他一下子就被打下来了呢。小师叔，你不是尽得师祖真传，会那望气之术吗？你看看这个年轻人能上几层？这位少年嘛，我估摸着他能闯到……飞君啊，看来本公子今天这一觉，的确是晚了。望城山弟子。 剑舞轻波叠涟漪，吹风跨雨小惊喜。手持不闻梅雨洗，梅花翠江润戈壁。处处茅庐青色不可欺，文武战士苍茫秩序。无所谓民歌错综复句，破天际借天词断一题。倾国困境里淬炼出豪汉勇气。 望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灵犀，高歌行万里。少年梦逐浪入城，平常心镌刻年轮。月黄回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。方寸间棱角激扬青春，踏实过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能。 是你我并肩又一程，才是我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程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雷无节前来拜阁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儿，你打算怎么陪我？陪你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仙人揽六柱，对搏泰山鱼。据说这是一局残局，残局之上蕴藏着绝世武功，若是能够从中参透，胜过苦练20年啊！我刚刚看出些什么门道，你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赔？不会又要赔500两银子吧？上当，给你打个折，300两就行啊。那能不能比试完之后再给啊？行。哎，痛快，那就得罪了。 你要赌什么？啊？6博牌九，宣和马吊。问你要赌什么？快点选一个。这些我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？你不会上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只会一个，玩骰子，猜大小。唉，比大小就比大小吧，没意思。来吧。
当真不能比我？不能。一局定胜负，猜吧。大。331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输了。长相大剑今日竟有空来青天剑做客，真是难得呀！来，朝中那么多的达官显贵，都想拜访青天剑，却都未能见上国师一面。锦仙也怕吃了闭门羹，丢了颜面，所以才迟迟不来。长相大剑说笑了。国师，这里就是青天剑的星月阁吧？据说历代的剑圣都曾在此处观星象，测天下大事。不知国师可看出什么来了？明日会下雨。就这样。后天还会继续下，刮西风。3日后会放晴，但还不确定。锦仙一直以为国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。没想到国师却有这样的闲情雅致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大剑不信我说的。锦仙自然相信，只是国师应该知道，锦仙并不是问明日的天气，而是这个王朝的明日。王朝的明日，那是天道，天道不可妄言。因为当你知道天道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。它只是一个可能性，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。但世人想听的只是一个答案。因此，长相大剑问的那个天道，它并不存在。为何？如今只剩2种卦象。我想请问先生，若这次还是3面桃花呢？若仍是桃花，那此卦便是用九，见群龙无首。是吉还是凶？大吉！天下共治，群龙无首。观望者时机一到，可一化龙，直飞9天。那若是桃木剑呢？大凶，龙死荒滩，血流3万里。好。我从来不信什么天道，只信我自己。只是我心中还有一丝迟疑，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做一个决定，但是又没有勇气，所以才胆怯来求一求天道。但是刚才我忽然想明白了，所以这卦算不算都不重要，
多谢。不客气，我也不全是为了你。毕竟，若是真折了望城山的8成天道，我还真怕那赵玉珍提将来砍我的脑袋。萧瑟，钱老师姐，你怎么又下来？我刚跟大师兄打完，他让我下来先休息，明儿再去。哼，这么听来你还赢了？惭愧，惭愧。刘姐，你这三脚猫的功夫怎么可能赢得过大师兄呢？定然是他放水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大师兄说他全力以赴了的。这次先放你一马，等你入了门，我再好好跟你比试比试。不说了，先走了。行吧，就听你大师兄的话。正好我也累了，马上带你去喝一杯。哎，行。你怎么不走了？到了。到了。这儿啊？那个，我身上可没有钱啊。放心吧，今晚的酒不用钱。啊？用缘分。用缘分？用缘分喝酒？东归东归，东面有君子，待客而归。你在那儿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这酒肆连老板都没有。这不就在那儿睡着呢？啊！这是酒肆老板？哪有酒肆老板把自己给喝醉了的？这点小酒，喝到屋顶上去了。不过是瞎情而已。哎！你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没喝醉呢。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我这位小兄弟想求饮一杯，不知今晚可有缘分？一醉年年今夜月，这酒与你们今夜有缘。既然有缘，此刻便求饮一杯。莫急，还差最后一抹月光。玉梦清虚贵此飘，一杯浊酒向天邀。何人能爱今宵月？夜上楼头弄玉箫。喝吧，这是最好的风花雪月。怎么样？疏凉如风，柔美如花，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。好酒能品一味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号称能品3味，我这酒能品4味否？在我看来，人间百味也不过如此了。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，这酒水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炽热如火的酒。不过嘛，你倒的倒啊，我就试试。这酒，这怎么回事？
这又是什么酒？我是一个酒肆的老板，这是我的风花雪月。我现在问你，这第2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脚下无尽的深渊，他有过这世间的纯洁。这第3碗，你可敢喝？寻人频率模糊了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，随着呼吸改变。第4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这碗喝了，肯定会死。死的话，都不需要上那登天阁了，直接就登天了。给我！你醉了，睡吧。那小家伙已经闯到10几层了，定是来寻你的。你不见见他吗？说不定是雷家让他来寻雷云鹤的。若是雷家派他来，他就拿着名次找我了，何必去闯登天阁呢？我见过那孩子，一袭红衣，和他母亲当年一模一样，只是那傻乎乎的性格是学他爹爹的。和你听说你等的那个人也入城了，你为何不去见他呀？你都不急，我自然不急。师兄呢？为何没跟你一起来？他呀，他为了酿他的孟婆汤，要去海外仙山去寻求他最后一味草药。哼，孟婆汤，过去的事情，他就那么想忘记吗？他最想忘记的，只是一件事情罢了。哎，我们正聊着雷无节，怎么一下子拐到大师兄那儿去了？哎，说真的，你真不想去见他？哎，我说你这个执拗的性子啊，真得改一改。他可是你的……哎，罢了罢了，不提雷无节了。除了雷无节之外，还有一位你故人的弟子也来了。故人？望城山，赵玉珍。我发现，你似乎并不喜欢我。我为什么要喜欢你？因为你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枪仙吗？是因为那件事情而怪我？我也不怪你。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我只是不像他们一般看得起你罢了。独一无二的枪仙又如何？想收我为徒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当年你王叔入狱之时，我手提长枪，本已打算冲出雪月城，直奔天启。可我当时
却收到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你王叔亲笔所写。王叔信上说什么了？他要我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留在雪月城。你确定是王叔亲笔所书？你王叔的笔记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龙飞凤舞的，天下间无人能够模仿。我本打算不听他的，可当年他却号称算无一策的卿相公子。我想，这或许是他计划中的一个环节。我倘若去了，或许会破坏他的计划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却死了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结果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他的书信撕得粉碎，然后冲去天启把他给救出来。可是今日，我绝对不会再做让我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做什么？哎，钱老，放心，三师尊一定不会为难小僧的。看来，你并不是伪装的，你的武功的确是被废了。多管闲事！哎，我司空长风乃是药王辛百草的半个徒弟，若论医术的话，天下我至少也能够排名在前5。所以，你有办法？你血脉不畅，这会给你的隐脉带来严重的后果。什么意思？多运动运动。阿爹，你没有揍他吧？你说呢？哎，杰罗，你不是说最近练功没有对手，少了一些激情吗？阿爹，你怎么突然提这个呀？这个萧策啊，轻功身法不错。哎，你的枪要是能够追上他，那便提升了一个境界。我刚才已经跟他说好了，以后啊，你们2个一起练功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？千洛谨遵父亲之命。嗯。师傅，只身。为何来的这么晚？我太累了，睡过头了。跪下。哦。还真是个傻子，还不快行拜师礼？哦，弟子雷无节，拜见师傅。我怎么收了这样的一个徒弟啊？起来吧。哎。雷无节，啊，弟子在。身为剑客，你可知道自己是为何拔剑？为何拔剑？有人拔剑是因为想做英雄，想以一剑之威势平天下不平事；有人拔剑是因为畏惧，因为他不拔剑，其他人就会拔剑。如果不想死，就只能拔剑。那么雷无节，我问你，你是为什么而拔剑？师傅，这个我还没有考虑过。那你当年为何选择练剑？
那日我看见师傅长袖一挥，一柄火红色的长剑冲天而起，那一道红光竟将云彩都染得通红。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玄妙的剑术。那时师傅便问我是否想要习剑，我都没有犹豫，只因那刻一剑之美而震撼。对，剑是这世间最美的事物。你师父若不是见了一剑之美，现在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。可你说的是习剑，我说的是拔剑，两者却是不同的。习剑可谈风流，而拔剑就只能问生死了。生死是，江湖上生死倒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好像一言不合便要拔刀相向，刀剑把脖子一抹，死了便是死了。但我雷无杰不认同这样的江湖。江湖胜败常见，生死又是何必？所以，拔剑可以论剑道，不言生死。你不想论生死，可如果别人对你拔剑，想要你死，那么你就这样去赴死吗？那我就……此剑名为听雨剑，是剑心种种主所著，风雅四剑之一。为师赠予你了，就当是拜师礼。听雨剑，师傅，这剑肯定有问题。听雨剑它是有灵性的剑，它是认主的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听雨剑，那可是你初入江湖时得到的第一柄宝剑呢。看来你对你这个徒弟，还真是舍得呀。可是我这几日，不论怎么逼他，他都拔不出那柄剑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在跟你对决的时候拔出剑来？生死一刻，长剑怒出，这是最好的方式了。哎，怕就怕人不是为了自己拔剑，而是为了别人拔剑。不提这些了，你最近重拾医术了吗？看这些经络图做什么？我也收了一个徒弟，但阴脉受损，用不出武功了。这般严重？唉，是啊。我写了一封信给谢轩，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法子。哼，那个臭书生。哎，他要是真来的话，你可千万不能找他比武哦。你徒弟拔不出剑来，你不好好教他，怎么让他跑下山了呢？是我放他下山的，我想让他好好的悟一悟这拔剑的真谛。雷无杰，是你，陆明轩师兄。哎呀，你小子跟着二城主上山修炼，一走就是10日，可让我好找。你欠我那30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还回来？输了的人还有资格要钱？别给我丢人！你是雷无杰吗？啊，我是尹落霞。啊，落霞仙子，久仰大名。今日怎么下山来了？你师父呢？我师父闭关修炼，让我先在山下待几日，别影响他。闭关？难道他又要来了？仙子说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明轩，晃来晃去的做什么？站没站样？听雨剑，没想到你师父把他传给了你。你知道他的来历吗？师父说这是他早年间的佩剑，但我怎么都拔不出来它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拔剑的理由吗？你别跑！嚯，你是比一直快。萧瑟，踏云步果然是天下第一轻功，可萧瑟没有半点内力，却有逍遥天境级别的高手所拥有的轻功水准。
你给我小心点！知道你划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云烟细棉，1000两银子一匹。管你是什么！刘杰，哎，来了！找我有什么事，江师弟？我是你师兄，再敢叫一句师弟试试？千洛师姐，你打我萧兄弟干嘛？萧兄就萧兄，哪多个弟子？刘杰，这没你的事儿，撒手！哎，你是不是想说要打我的萧兄弟，得先问过我？好，我今天不打你的萧兄弟了，我打你！我倒要看看，能让雪月剑仙收为弟子的人究竟有多讨厌！小四，打不过啊！你把他给我打趴下，我给你800两。啊！8000两。我把我打趴下，今天你们2个谁都跑不掉。小四，你到底怎么招惹他？谁没事招惹这种人啊？萧四，你说清楚，哪种人？就是那种整天追着男人跑不要脸的人。你，刘杰，这都留不住人，太委屈这把银月枪了。刚才那一下肯定能留住他们的。嘿，你可别逗了，刚才那一枪你是故意丢歪的。不止今天，过去4天，每一天都是扔歪的。哦，好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。他们。应该没追来了啊，没受伤吧？没事儿。哎，这可是云烟细棉，很贵是吧？倒也不是，主要这个不吸血。哦。走吧，带你去找点水擦一下。走。哎，快点！路过此地，冒昧拜访。是他。是他。刘姐，你流鼻血了。用这个吧。不要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这是罗姐，这条手帕至少80两。不用，真不用。姑娘，你那2个家伙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糟，他怎么追得这么快？哦，等一下，你们去我房间吧。哇，雪月城处处都是高手啊！走。哎。叶姐姐好啊，千洛姑娘。叶姐姐可有看到2个臭小子逃到附近啊？是什么样的2个臭小子？一个穿着红衣，拿着剑；一个穿着青衣。反正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的样子。啊，倒是没有见到。若是见到了，会告知千洛姑娘的。这2天天气有些转凉，叶姐姐身体不好，就多在屋子里歇息吧。
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叶姐姐，好好休息，我过2天再来看你。出来吧。这回真走了。多谢姑娘，感恩姑娘尊贤大名。举手之劳而已。走了，多谢了。这些都是师傅告诉我的。说到这里，师傅他就吃醉了。之后的事情嘛。二师尊似乎还上过一次望城山，就在你师叔雷云鹤拜山不久之后。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不过你要想知道的话，可以直接去问二师尊。那我不太敢啊。哎，对了，我来这雪月城也有些时日了，为何一直没见到这大城主百里东君呢？你见过呀？我见过。我什么时候见过他？你不仅见过。还喝过他亲手酿的风花雪月，是他呀！下次再见到他，一定好好谢谢他。来，喝酒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这赵玉珍为什么不能下山啊？江湖上关于赵玉珍的传言很多，传说在她出生之时，一道霞光照进屋内，望城山老天师亲自下山迎接，因为她是神仙转世。之后便把她接回望城山，从此再没下山一步。有人说这赵玉珍不能下山，是因为老天师吕素贞的一道真言，说是如果让她下山，便会引起市局动荡，甚至会影响天启城里那一位的位置。所以望城山外30里一直驻扎着5000铁甲军，就是怕他下山。不过还有人说，赵玉珍身上聚集着望城山当代的武运和天运，所谓真言不过是杜撰，只是怕他一去不回罢了。那以他的本事，若真想下山，是不是没人能拦得住他？10年莫说是下山，赵玉珍连自己的小院都极少迈出。我猜他是在等一个人，如果这人不来，他可能会一直等下去。你有心事？我出生在唐门，是唐门长老唐连月的弟子。原本以为会生在唐门，死在唐门，却忽然被送至这雪月城，拜天下闻名的九仙百里东君为师。连月师傅告诉我，让我在这里等一个人。我已经等了6年了。你们唐门的人总是这样，从一出生开始，就被赋予了太多使命，所以活得一个比一个累。雪月城的事你要管，唐门的使命你又不能忘。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，每天活着，不过也都是为了自己活着，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想？话说你留在雪月城，真的是为了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，都是大事。800两，还真是大事啊！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若你真有这么多银子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招兵买马，踏碎了天启城。我陪你去。你陪我去干什么？
你陪我来雪月城，我就陪你去天启城呗。好。你真不是我要等的那个人。你个大老爷们儿等我干什么呀？怎么跟你大师兄说话呢？信不信我揍哭你？你也就欺负我不会武功吧？敢不敢比个别的？好，比什么？你是酒仙的徒弟，咱们就比喝酒。好。哎，那我去搬酒。来。望城山，长老正在讨论是否要把你逐出雷家。随便他们，我要练剑，成为剑仙。我知道峰哥你性子倔，也不打算劝你，可你要告诉我，为何习剑？因为在望城山上，我见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天底下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剑气！姑娘，刚才那一剑是你？是又怎样？啊，不怎么样。不是不怎么样。你不是。姑娘，我叫雷轰。那一剑之美，望城山。来者何人？胆敢闯上我们望城山？江南霹雳堂雷家雷云鹤前来拜山。赵玉珍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找死！惊雷指，给我破！我兄弟见了你的剑，说世上武学最美的乃是剑，我也想见识一下。赵玉珍，我又来了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雷云鹤前来拜山。春庭乐舞，遥香恼光舞。不转回廊，半眉晚冕香。青云薄雾，总是少年行乐。不似秋光，只与离人照断肠。这真是最后一坛了。哎，看来是大师兄赢了。来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真强啊！喝醉了都不躺下。哎呀，忘了那绿山姑娘的事儿了。夜闯雪月城，啊，那是师父闭关的方向。你是谁？我还想问你是谁呢。我可以说我的名字，但你敢听吗？师父正在闭关，这几日不让人打扰。你若要拜访，再等2日吧。2日之后，你上山来，我不拦你。你是李寒一的弟子，
他居然也开始收徒弟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雷无节。好了，快把路让开，我急着去见李寒一，不要耽误我的时间。我前面说了，我师父正在闭关，我虽然没用，但也不能这样就让你过去。荒谬！你能拦住我？雷门火灼术，隔空无双拳，来得好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何要夜闯雪月城？认识这把剑吗？断剑。这柄剑的剑首是被李寒一所斩断的，但这把剑的名字叫断水。一剑断水，千江绝流。你是无双城城主宋彦回。无双城要大举进攻雪月城了！哎，瞎说什么呢，臭小子！我是来找你师父试剑，没工夫跟你闲扯，快把路让开！宋城主若是执意要过去，请出剑。让我出剑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放手！我说了，只要我还没死，你就不能过去。听雨。你需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拔剑的理由。剑名。我也有一剑。剑名。月溪花尘，月溪花尘，雪月剑仙李寒一所传。请宋城主赐教。够美，你够资格接我一剑。好一个剑仙所传，月溪花尘。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这么烂的剑术？这要传出去，你师父我的脸面就丢在江湖上了。师父，我明白拔剑的理由，只不过拔出了一柄剑，就这么高兴？以后还怎么教你上乘的剑术？守护之剑，你收了个好徒弟。果然，还是这个结果。听说你也收了一个徒弟，开启了无双剑匣，正在修习13飞剑之术。我这个徒弟，天赋远在我之上，他5年之内必成剑仙。好，5年。我这徒弟3年之内必成剑仙。哎，你永远都这么骄傲。宋彦回，你找我试剑3次，败了3次。不过这一次，将是你我最后一次试剑。从今天起，你将不再奢望敢战胜于我。来吧。
落霞，你见过剑仙一怒的剑吗？都说仙人太上忘情，不喜不怒，不悲不爱。除了以霸剑闻名的怒剑仙，其他似乎每一个人都不轻易动怒。因为平时轻易不动怒，所以一怒拔剑时便可毁天灭地。韩一生气了。宋颜回他伤了雷无节。雷无节拔出了听雨剑，是韩一最害怕的理由，拔出了剑。落霞，你跟宋颜回在苍兰江有过一段渊源，你去救他一救吧，不然的话，恐怕天下4城之一的无双城主就要死在雪月城了。有意思，那么多的废话。碎空刀。若是前些年，我还真不是你的对手。不过现在嘛，哈哈哈哈。小无心，现在王仁孙也败了，你要不要让你上面那2位小朋友来帮帮你？躲躲藏藏的，以为我没发现你们吗？小策，咱们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？嗯。停！凉风率雨力，游子寒无衣。我们走。小无心，九龙门的人马上就来找你了，想逃的话，就快点逃吧。逃不掉的。是，你的命能逃掉，但是你的命运逃不掉。睡觉。你干嘛？打，就知道打。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锦仙要是有杀你之心，你已经死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哦，对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突然就走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静的跟狐狸一样，你还能有不知道的吗？可能是看见你那不要命的一拳吓着我，觉得不是对手跑路了呗。我倒是希望是这样。师傅，我们为何要走？他们分明不是您的对手。你们懂什么？那个无心练成了罗刹堂内32门秘术，可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最重要的是，明军，马上备马，我要回宫面圣。是。过来。你干嘛？站着别动。不相干的人都走了，现在谈一谈正事吧。你长大了。废话，都12年过去了，你以为还是那个5岁小童吗？5岁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多少？记得很多啊。记得那时候，我总是骑在你的肩膀上，拔你的长胡子。还记得那时候。
你的一手碎空刀耍得出神入化，还记得什么呢？记得你背叛了我爹。12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来杀我？我问忘忧大师，他说：“世间凡事皆有因果。”还给我讲了很多佛理。我不是和尚，也不懂这么多道理。我就是在想，你来杀我的时候，我会做些什么？大概就是把刀递给你。就是他害了我爹！我要你杀了他！现在就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诸法因缘生，因缘尽故灭。江湖上的恩怨情仇，等你长大了自会定夺。明白吗？老和尚说，要慈悲为怀。放心，我不杀你。我倒是希望你是来杀我的。你不杀我，说明后面会有更麻烦的事情来找我。不麻烦，只是要你帮我做一场法事。做法事？我虽在大梵音寺修行，但我不是和尚。不是要你做，我要整个大梵音寺为我做这场法事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睡着了，高人啊！师兄，师弟有一事相求，请你帮我做一场法事，要请300个和尚。你是老和尚这辈子剩下唯一的朋友，让你主持这场法事。也算是报答了他这么多年的唠叨。3日之后，我来这里找你。那做完以后呢？再之后，活下来再说吧。做完这场法事，你便离开吧。12年前。他们逼你卷入是非。12年后，你不能重蹈覆辙。
我说刘杰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家伙每次走的时候，都没想带上咱们呀？好像是这样。那咱们俩这所谓的人质，干嘛赖着不走呢？也是啊，那直接去找大师兄吧。二位仁兄怎么还不跟上？我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得坐几匹马，我可没带钱啊。这家伙真邪门。吴昕，你这是什么吃法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少见多怪。这就能吃了？嗯，不错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吃法还不错吧？真好吃。要是里面再来点肉就好了。哎，吴昕，你这门手艺在哪儿学的呀？是老和尚教我的。哦，忘忧大师还研究这个呢？应该是他云游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吧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便是鱼师国。没错，准确来说，这间寺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老和尚自幼精通佛理，6岁时便可与大梵音寺的摩诃尊者论道。为了求道，他离开鱼师，四处云游。40岁时，便到寒水寺做了住持。那时，他已经被称为天下禅道第1大家了。20年之后，他便收养了我。萧兄见多识广，想必早已知道我是谁了吧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你姓叶。我的确姓叶，我叫叶安世，我爹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那魔教教主？没错，我爹就是魔教教主。小子，这天外天就是魔教吧？所谓魔教，就是10几个域外的教派合起来的统称，其中最大的就是天外天。所谓魔教教主，就是天外天的首座。不过据说当年魔教东征失败之后，就与中原武林立下锁山河之约。天外天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当作质子留在北陵，期限就是12年。那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那年我5岁，跟随父亲一起东征。后来阿爹身死，我便被忘忧收养。吴昕，你不是5岁那年就被留作质子了吗？那你现在……如今12年期限已满，按说，我应该回天外天了。可是你走之后，没人能保证魔教会不会卷土重来。所以有人想废了你的武功，有人想监禁你，更有的人想杀了你。最终由九龙门的大绝出头，弄出这个黄金棺材的事件。我若是你啊，现在就寻一匹快马，一路往西狂奔。我若是想逃，那日就跟着白发仙走了。你不跟天外天的人走，反倒是带上我们2个，真是为了这场法事。当初很多人要老和尚把我交出来，他想保住我，却又劝不动那些人，只能自己干着急。最后，快点把吴昕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人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赶紧把人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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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出来就找死啊！住手！吴昕，你莫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把自己逼死了。
所以你是为了报恩？你这人还真是让人讨厌。老和尚以前总说想回到这里，既然我正好路过，便帮他把魂魄找来。我第一次玩，这一局不算，你敢不敢给我再来一局？好啊，那我再陪你玩一局，你只要能赢一局，算你赢。来，你等等，我先下阁去喝碗豆浆，一会儿我再上来跟你玩最后一局。行啊，去吧去吧。记得一块把银子带上来啊！好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。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小子，才13层就下来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弱呀。我还没输呢，那13层那家伙他不跟我比武，他跟我比摇头子。你赌术比我高，教教我呗。教你可以，但是得加钱。多少？加300，一共800。行。你遇到的应该是雪月城尹落霞的弟子。尹落霞，苍兰江边一场断剑的落霞仙子，江湖美人榜上常驻10年的神仙人物啊！你还听不听？听。尹落霞生性好赌，曾与枪仙司空长风连赌3场，均落败，后被迫加入雪月城担任长老。据说他入了雪月城之后，他只收了1个弟子，跟他一样嗜赌如命。跟我说说他怎么跟你赌的？我就只能先瞎猜呗。他就掀开一条缝，看了一眼就说我输了。那个宝盒下面有道暗格，他提前看一眼，若你猜中了，他只需轻轻一拨，骰子转动，怎么都是你输。原来如此，我走了。回来。啊！赌不过是一个小伎俩，闯登天阁不会如此儿戏。你若想赢，还得靠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最擅长什么？揍他。我明白了。让开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男子跑来跑去，看来真的只是休息一趟，还没有被打下来。这样下去，今天的风头都要被抢走了。莫着急，等他闯到第16层时，看我上去把他给赶下来，也省了我们一层一层往上闯的力气了。既然我们都是在等他下来，不如我先请2位喝杯茶。哦。紫薇望气，道眼寻龙，你可看出什么来了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飞旋莫动。这位兄台并不会武功。望气术有3层境界，你貌似只练到第1层。兄台是说我看错了？你其实是一位高手。不，你没看错，我的确不会武功，只是想请2位喝杯茶罢了。只是喝茶？既然遇见了望城山弟子，自然也想算上一卦。别再隐瞒身份了。雪月城有个组织叫做蛛网，专司情报。自你我入了下关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被盯上了。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命，所以想算上一卦。这边请吧。哎，飞旋，你不总说自己虽习得那通天之术，却觅不到美玉良才吗？喏，这个就是了，去给他算上一卦吧。美玉良才，算你的，吃不了亏。走吧。哎，你回来了，豆浆可还好喝？嗯。等我登到阁顶了，我再请你喝一碗便是。这么自信？我有个朋友说，这赌其实就是靠小伎俩。
所以我还是赌的，买定离手。要赢，还得靠真功夫。离你的手！8点，是13点，大的不能再大了。哎，你可以啊，啊，你的武功比你的赌术要强啊。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夸奖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南霹雳堂雷无杰。我上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骆明轩。啊，我知道，落霞仙子的弟子嘛。我早就对落霞仙子仰慕已久了。仰慕已久？啊？怎么了？嗨，他这都30多了，说什么一掌断江，那断的又不是长江黄河。啊！你干嘛一脸崇拜的样子？我跟你讲，她其实就是一个老女人。明轩，来西照阁。那个，我先上去了，一会儿再见。真是个有趣的人。大哥，本小姐不过出城半年，就让人登上13级，真是一群废物！公子，可以开始了。且慢，又怎么了？上面登阁那位欠我800两银子，那我也要为他登阁出上一份力。萧瑟，司空姑娘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怎么才到啊？按理说1个月前你们就该到雪月城了。唉，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修师叔，过13层了，要上14层了。哎，那个雷无杰呢？莫非闯阁的是那小子？司空姑娘猜得不错。上次匆匆一别，还没来得及切磋一下，这次正好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能让你过去。你是想替那雷无杰拦住我？小师叔，你不是说那个人不会武功吗？这可不是什么武功，这是一门轻功，不需要内力就能施展。什么轻功？天下第一轻功，踏云。这层守阁的人呢？
师兄，好久不见，大师兄。哎，不是说了没过门，先不要叫师兄吗？别人可以不叫，师兄一定得叫，毕竟咱们是一同经历过生死的。哼，你是雷门弟子，想要加入这雪月城，只需拿着名次找我便可。为何非要闯着登天阁呢？我来这雪月城，是为了见一个人，但若想见到他，就必须闯着登天阁。若是真跟师兄动起手来，让师兄莫怪。不错呀，最近武功的确精进了不少。我日日勤学苦练，可是一刻都没放松过呢。大师兄，再来！没想到你这火灼之术竟然如此厉害，嘿嘿，瞬息间就破了我这刀丝阵。刀丝？这怎么看都是普通的丝阵呀。你看，一扯就断了。胡说！我这刀丝是天下绝顶武器，竟然还没有敌过你这火灼之术。唉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你走吧。师兄，你这演技也太烂了吧！哎，你看啊，这儿呢就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要想放水就跟我说，我不会给别人说的。你竟然敢说我放水？好，那你就接我一记暴雨梨花针。还敢不敢说了？不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他的火灼之术已经突破了第3重境界，他若是要自己达到这重境界，至少需要3年。而如今，他仅用了3杯酒。唐莲不会无缘无故让雷无杰休息，我猜这也是你的意思。你就是雪月城大城主，酒仙百里东君。以这小子的资质，最多到14层，15层那位他打不过他。15层的应该是守阁长老，雪月城的长老。有什么好猜的？明天不就知道了？也对。这酒馆送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前辈要去哪儿？寻酒坊。前辈能酿出风花雪月这样的绝品，还需要什么酒坊？孟婆汤。孟婆汤。只需喝上1碗，你就会忘记所有发生过的事。等醒了，就是新的人生，多好。可惜我一直酿不出来。如果我酿出来，你也一定想喝上1杯的吧？萧楚，我叫萧瑟，只是一名客栈的老板。那我也不是百里东君，是一家酒肆的老板。刺剑的时候要放。走，收回来。停止，收回来。姐姐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。
小鸡起来，小鸡最乖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们继续练好不好？那我们再站起来练一下好不好？真乖。15年了，我还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姐姐。小安，萧子，哎，那老板人呢？走了，寻酒坊去了。寻酒坊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人家助你连开3门火灼之术，你只需要记得他是一个高人，也是一个好人就够了。哎，说得对，走，闯登天阁去。哎，吃个早饭再去吧。哎，也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嘛。走，走，吃早饭去。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了，最后一顿早餐我请你。萧瑟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惆怅了。一点都不惆怅，只是这一趟回去又是那么遥远的路程，仔细想想，竟然只是为了800两。你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我去登阁去了。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回雪月剑仙。这柄剑是我自己用桃木雕的，还没来得及取名字。要不剑仙，您给取一个？懒得取。你为何来见我？啊，那个，我听师傅说多了雪月剑仙的大名，有些神往。此番听从师命下山游历，就很想见一下前辈。现在见到了。啊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！不愧是雪月剑仙。既然已经见到了，那还不快滚！走！小师傅，许！大龙相立。望城山李凡松，见过3城主。望城山飞轩，见过3城主。你们要见的人已经见到了，便早些回去吧。这一带望城山的五运和天运分得不错，看来以后的江湖，望城山要从雪月城手中夺去1半了。谁有稀罕？你呢？为什么来见我？哎，注意看啊，好戏要来了。晚辈雷无节，见过雪月剑仙，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3师尊，这就是你说的好戏啊！这小子，难道不知道韩一的身份吗？雷轰竟然什么都没告诉他。雷轰，他要见我。师父曾与雾阶说起，他之所以习剑，就是因为见过了雪月剑仙一剑，之后更是时常念起那一剑，希望能与前辈再见。如今，师父被庞氏所绊，不能离开雷家，雷无节斗胆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好，我随你去雷家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懒得去。剑仙手下留情啊！很简单，你做我的弟子，什么时候能接我3剑，拿回这把纱布剑的时候，我就随你去见雷轰。你不愿意？剑仙剑术通神，雷无节早已心生神往。不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要与师父知会一声。你的意思是，
先去见雷轰，再来说拜师的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空手套白狼。雷无姐，拜入剑仙门下是求也求不来的机会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弟子雷无节，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如若他日雷轰师傅责怪，雷无节便已死，以谢二位恩师授业之恩。傻子！明日来后山找我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就你话多。一约既成，万山无阻。雷无姐，来，起来。雷无姐，别晕呢，钱还没还。啊！哎，雷无姐，他这一战消耗太多，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也正式成为他大师兄了。你这个师弟欠我800两，要不然你这个做师兄的帮他把这笔钱还了，我也好回我的雪落山庄。我没有钱。谁有钱？来，走。没错，雪月城上上下下所有的金钱开支，都是由我来负责的。那就好办了，800两。听唐莲说，你的名字叫萧瑟。是又如何？好名字。少拍马屁。该还钱还钱，我着急赶路。萧瑟，你……钱自然是要还的，只不过在下想请萧兄弟到雪月城稍住几天，我心中还有几个疑虑，想要向萧兄弟请教。我若是不从呢？难不成要以武力威胁我？自然不会。想要萧兄弟进入雪月城，在下的确是有私心的。什么私心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阿爹，你说什么呢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想收我为徒？凭什么？在下这一身武功，在江湖上也算是拿得出手。我又不行。除了武功，在下的棋艺那也是天下无双。不知道萧兄弟喜不喜欢下棋？谈不上喜欢，就是没输过。好，那不妨我们就下上一盘。倘若萧兄弟赢了，那我就不再勉强，如何？好一个雪月城！你当初就是这么骗落霞仙子留下的？愿赌服输，这哪是骗呢？请吧。围棋乃是鬼道，并非大道。想不到堂堂3城主，竟如此沉浸鬼道。若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，可算大道。 3城主好大的谋算，不过萧某志不在此。在萧某看来，任何谋算都大不过银子。志不在此，还要银子，我就不明白了。虽然有别的用处，若不想给，那就算了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拜我为师。 我便让你统管雪月城的财务，如何？3城主好魄力，值得吗？这是雪月城的选择。月俸800两，不够。那你说多少？
一共800万两，待我出城之日一并给我。800万两，你不如直接说让你当城主好了。好，成交。既然你心不在此，但是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的棋局已经摆好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棋子，你我都不例外。那只是你觉得。化雪山庄的美，总会在片刻之间悄然凋谢，往往这时候都会下着微微细雪。阿爹还在世的时候，每年都等着看这片刻凋零的美景，他称这种景为雪殇。他觉得梅花凋零之时，雪也已然死去了。本来等了许久，想看这场雪殇的，只是你竟一刀将这些都给斩了。带他下去吧，睡一觉醒来，便什么都给忘了。12柄镰刀现在已然都断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你们去做吧。宗主，关于你的那几个朋友，刚刚有一些新的消息传来。他们最近怎么样了？唐莲离开于师，回了一趟唐门，见了唐门师傅唐莲月一面。萧瑟和雷无节却是兜兜转转，又行了3个月的路，才到雪月城。雷无节前去登天阁，一直到了阁顶，与玄剑仙赵玉珍的弟子一同问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虽然最后被一剑打了下来，但是却被李寒一收入门下，成为了他第1个弟子。这小子运气倒是挺不错的，能被雪月剑仙收入门下。不过听说他的另一个师傅雷轰和李寒一倒是有不少渊源。那另一个呢？那个抠门的老板回他的雪落山庄了。萧瑟也留在了雪月城，并且成为了枪仙司空长风的弟子。我还以为会是九仙百里东君。我那几个朋友，想必很快就会名震江湖，真是期待再相逢的那一天。萧瑟，醒了？我睡了多久啊？1天1夜了。这么久？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是要跟我道别啊？哟，这么想让我走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赔不起那800两，想赖账？不是，那个，哦，我找大师兄要去。去吧。那你等着。要什么呀？三师尊已经给他钱了，小心被他骗了啊！大师兄，这一句大师兄算是叫得名正言顺了。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呢，是你的三师弟。三师弟，在你拜12师尊之后，萧瑟也被3师尊收入门下。虽说这雪月城内大家都是师兄弟，3位城主也只有我们3个徒弟，但是不管是从入门的先后，还是师傅的辈分，都应该这么办。你说对吧，三师弟？想不到呀，我竟然能和萧瑟兄弟成为同门。本来还想着这一路走来，你要跟我道别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谁跟你一直在一起？回一边去。雷兄弟真是少年心性。我跟你们2个说，咱们3个
就一起闯荡江湖，就像那3位老城主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也去搞搞天下第几当当。我觉得不错。我说刘无节，李寒衣让你第2日就去寻他，我看这第2日天都快暗下了。堂堂雪月城2城主，向来一诺千金，晚了1刻，你们这万山5祖的约定，怕是就不作数了吧？告辞。小憨货，他这个年纪的少年郎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一路向前冲，万事抛脑后。所以才叫他憨货呀。话说你赖在这雪月城不走，真的是为了那800两？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萧瑟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当年连月师傅将我送至雪月城的时候，让我替唐门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你吗？当然不是。想都不想便说不是。我说你这人还真是奇怪，你就算要等，也应该是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你等我一个大老爷们干什么？你看着像是一副久经世事的样子，可实际上你才多大呀？你也就比雷无节大个几岁吧。管得着吗你？我不管你，有的人管。这话说得好。3师尊。看来今天我这小院贵客挺多呀。萧瑟，见到3师尊还不赶紧行礼？哎，无妨无妨。我虽想收你为徒，可你并未同意。唐莲、千洛，你们2个守在外面，我和这位萧兄弟商量些重要事情。是。是。